好，其实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在美国的经济现在拉起警报了，次贷风暴2.0是否会重现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的危机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赶快来看怎么回事。现在在美国的境内已经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包括实际面都是银行倒闭、车贷爆款，再来就是信贷链全崩。华尔街现在说，这个大咖说呢，已经惊见了更多的蟑螂。美国经济是否面临失控了呢？等一下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包括了通膨也在狂飙哦。现在美国人民的怒吼：咖啡买不起，牛肉吃不起。咖啡到底涨了多少？4个月来，光是星巴克就已经涨价3个月，美国人民叫苦连天呐。包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节日，不管是圣诞节、感恩节等等，美国人民如何去买这些商品呢？在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上面来看，会有连锁的骨牌效应，因为有了川普的关税战，还有港口费等等，都让通膨现在在全美全面的失控。赶快来看到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最新消息哦，在经济上面的警报，次贷汽车的贷款市场现在直接亮起了红灯，美国2家地区银行的股价，包括了锡安银行跟西联银行，都爆出了崩跌2位数字的一个股价百分比崩跌了2位数字。那么包括他们的商业抵押贷款也被控诈欺，一次坏账就得吞掉5000万美金。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银行指数了，暴跌3.6%，这是 KBW 银行指数创下半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民间贪婪指数更是直接创了一个新高的数字，整个华尔街气氛其实是相当诡谲的。有人说了，这就像是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一样的那一个晚上。这个是来自于层次比较高，在银行方面。如果我们来看到实际民众遭遇了什么事情，还有包括了汽车厂商等等，我们来看到，因为在民间现在车价狂飙，还有薪水又没有涨，再加上美国的利率高影响的就是民众这些低收入的族群被压到喘不过气，于是呢就爆发了这个所谓的次级车贷的危机。不管是次级车贷业者或者汽车零件供应商，在近期双都宣布了倒闭的一个危机，包括了在上个月有一间公司，它直接申请破产他说他手上握有10万笔的贷款，全部一瞬间都变成了坏账，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这一位是华尔街的大哥这个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这样说，他说看到一只蟑螂而已，代表之后还有更多，是不是次贷风暴现在逐渐的成型了呢？现在市场的整体态度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在区域银行指数最新呢暴跌了6.3%。根据统计，现在全美74家银行是一天直接蒸发了1000亿美元，高盛也示警了，包括了美国的私募信贷加高收益债等等，规模已经高达5兆美元。如果一旦倒闭，这个会是一个重点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怎么回事？聂老师怎么看？难道次贷危机2.0要提前爆发了吗？我先讲一下哈，2022年有一个高通膨，那高利率的提升，因为2022年大家知道，2020年不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我们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shutdown， 美国股市 shutdown4次，然后利息马上降低，后来就产生报复性通膨，然后美国急速的升息利息之后呢，造成了非常多拥有债券的银行的大跌。大家应该有印象，在2022年急速升息的时候，3月开始然后到了隔年1年3月10号有个严重挤兑事件在矽谷，叫做 SV 嘛 ，Silver Valley 的 Bank， 矽谷银行倒了。那这一倒下去，全球又跟现在一样喊一定会有次贷就是所谓的系统风险，他们讲次贷风暴，应该讲金融海啸要发生。结果好巧不巧，才一下同时间，这是西岸，东岸又出现 Signature Bank， 就是跟比特币有关银行也倒了，大家更呼声起来了。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次贷风暴，2005到2006，到后来的金融海啸，2007、08到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9月15号，以及这个 Merrill Lynch 被 BOE 并去的9月10号，那时候。情况是因为贪溺，所有的投资银行开始去包装，那个真正是让次贷的人全部都去随便的胡乱放贷买房地产。这个所谓的次级房贷，我觉得你要把次级分析，次级叫 subprime， 这个是不是真的次级？有，汽车有可能，因为汽车有的就是像中途迪额，他们也会给次级的人去做贷款哈。那我不管怎么说，也就是这些为了卖车，他有可能在审慎不严格之下去贷的，
但这种都属于小众，因为真正的银行其实被把关的蛮紧，尤其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因此如果你要告诉我次贷风暴是不是又要再产生，我觉得不太可能，系统性风险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必须说明，的确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关税去打出关税产生的通膨，造成很多的人民他以前要买日本货中国货也被科高关税，一开始很多在 Amazon 卖货的很多就倒了，当他失业了，他这个又通膨，他生活的确会困难。不过要维持信用的人还是一大堆，不是次贷的人。如果今天都是次贷人在银行，就会产生这样的系统风险。那当然这时候呢，我想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到，我是不是能讲一下刚才那个 good oil 啊，它叫做地沟油或垃圾油。其实这个油刚刚几个将军啊，我们都讲到，对不对？它不是一般的食用油，它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讲说那个回收再利用的油，它用去刚刚讲到机械什么的这个马达的运转，或者甚至飞机的载续航的那个机油有没有？那我相信几位将军都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低成本的油。那美国真的怪，他自己自埋炸弹，他这个人家不买你大豆，你就不买人家地沟油，那个是你需要的，又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demand， 就是我们讲这个 demand elasticity price elasticity 比较低的。你明明就要买便宜的东西嘛，那你不是让通膨更高吗？所以这个东西啊，我只能说现在金融海啸或者次贷基本上不会有。但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通膨用关税又打，这一次便宜东西也不买，还设价格下限，请问一下，不会通膨吗？你关税已经让鲍威尔都不敢降息了，你现在还要这样子？我告诉你，不久的将来通膨就会起来。我的意思说，中长期这不会是系统风险，是美国本土的未来，他们美国国内里面的金融的一些乱象有可能产生，倒不会是全球的系统风险。好，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那个就像这个2008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联动债的这个风暴，我认为不会发生。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美国的经济状况会看坏。为什么？他要限缩，因为国家负最后的总成，负最后的责任。这些。不管是现在加密货币、虚拟货币这种衍生性的商品，那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又私募信贷，还有这个总借贷，刚才讲了是5兆美元呢，居高不下哎，你怎么样去打消？国家在后面做保证，国家也不容许这些我们讲到的这种次贷风暴爆发，那一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马上进入经济衰退啊，国家可能容许吗？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压力会更大，为什么压力更大？它有3个结构性因素。第一个，美国自己的国债就有37兆美元国债，扛在身上啊，这个包袱甩不掉的。明年的话，2026年到38兆美元，它这个国债太重，让它这个能够要付的这方面的我们讲的弹性的空间，能够承担的风险，还有面对这个冲击的压力降低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看美国的通膨，美国的通货膨胀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94%，2.94%。2.94%也是高哎，你的通膨越低，那会高了，我可以忍受的空间越大。但是你通膨高哦，你要忍受的话，你可以忍受这个通膨要更高吗？没有，你空间压小了，你通膨高了，你才能够忍受的这一方面的经济上衰退的力量就变弱。还有一个我们讲利率，美国现在利率是4.25%，也是过高。对，你可不可以说那把利率降下来，让大家多活络着？不可以，你一降下来，股市又炒上去了。但要股市炒上去，又造成贫富差距，社会问题更严重，所以他们每一个都是几乎是联动的，所以造成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会面临压力很大，因为他要做一个最大的管控。另外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市跟去年2024年12月30号已经涨了3000点，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45920点啊，又涨了3000点了，居高了，对，居高让你变成缓冲空间受压缩，对，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应对。是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债啊，还有国债的问题在台高筑，然后利率跟通膨等等的问题，再加上股市现在其实跟美国实际的经济不是成一个正比的，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底层的民众感觉在生活上越来越困难了，尤其这是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说的，他证实了现在美国的就业确实在放缓，而且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加州失业率现在是5.5%，正式进入这个叫做就业的衰退期。刚刚提到了星巴克4个月涨3次，牛肉价格每磅来到6.3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人超气的，他们说呢，我连咖啡都买不起了，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美国梦呢？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港口费到关税战，全部美国人自己都要买单。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的加剧吗？杨老师怎么看？在
9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就公布了8月份美国的就业人口，那来到2.2万，结果呢，就整个造成大家恐慌。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7万到8万，它只有将近1/4的数字。然后，这个川普在上个月，就是上上个月，他还因此在这个之前开除了劳工统计局。就劳工统计局出来9月份出来的数据，8月份数据是2.2万，哦，可是呢，高盛还批评他，你这个数据有问题，因为中间有36%啊，将近40%的数据用推论而来，那你算这个就业率的数据居然是用推论的，就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放进来，一放进来就会出问题。果然到了10月初他没有公布，为什么没公布？因为政府关门，哦。可是政府关门没有问题啊，劳工统计局不公布，有一个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几十年来他也做叫一个报告，所以他们把它叫小非农报告，小非农就业的这个报告，啊，也就一般的就业，结果他的这个数据出来，大家一看到不得了，整个就业人口其实是2年半以来的最低，负成长32%，那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过，其实你可以想象的了，因为现在关税战不明，然后呢，整个美国的经济不明，然后美元的这个价格这个也不明，因此呢，就出现到大家这个股市是跟着川普在不断的喊话，可是另外一方面，雇佣人却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大家公司或者雇主不太愿意敢去雇佣新的人。这个时候呢，失业的人口另外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在增加。那他现在用一些这个技巧性的数字，你只要6个月之内有工作1个礼拜就不叫失业。那这个在台湾就完全不得了，那这个失业率一定非常低了。所以你就了解现在它不止数字去用推论的，然后呢，它认定的标准也越来越宽松，才得到一个市场都不能接受的。我讲这一段就让各位了解，美国现在的就业情况非常严重，那当然就影响到整个它的这个经济。讲一些其他都假，就越来越清楚的数据越来越明确了。对，这是民众实体的经历的事情哦。厉将军有怎么看？鲍尔为什么要依据加州的失业高达5.5%，他就要准备降息了？而且他已经公告了10月份他要降息1次，年底还有可能再降息2次。那代表说是美国失业确实是很严重。那主要是从加州跟纽约这2个州的表现，我们就看出来。加州在美国来讲的话，它的 GDP 高达4.1兆美金。如果将它抽离美国，单独跟全世界来比较的话，它等于全球是第4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那纽约州是第11大的一个经济体。那这2个州通常在美国的经济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会将它形容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如果这2个州出问题，代表说是美国紧接着就是拉警报了哈。那现在纽约这个州，光现在今年的这个份额来讲，就少了21万份的工作少掉了，所以它失业率会这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尔要赶快降息。那目前来讲，美国的 CPI 指数看起来讲，虽然说还没有大幅的飙升哈，但是那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从川普宣布解放日4月1号开始，很多的进口厂商他赶快的拉货囤储在仓库里面。那这些仓库的货目前来讲的话，还可以应付一阵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货都卖完之后，紧接着下来的话，那势必是通货膨胀是在所难免，势必会跑不掉的。尤其是这个川普来讲，在这时候又增加港口费的状况之下，那势必这个火上加温让火上加油，让这个通膨更严重。那尤其是说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这个美国现在会走成这个样，这个妖不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吗？你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喝咖啡，特别咖啡最大进口国是从巴西进口，那你自己对巴西征50%的这种高额的关税，那你不是推升自己的消费指数吗？难怪美国现在民众来讲喝不起星巴克，大概他们反而会去喝中国在那边扎根的瑞幸咖啡它属于比较平价的咖啡。就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现在变成说只要求有咖啡因就好，已经不再讲究喝咖啡的仪式感。他们原来很讲究喝咖啡仪式感的，比如说什么品牌啦、什么拿铁啦，这个要有这仪式感。现在来讲，它大概只要有咖啡因就可以。那瑞幸咖啡这种低价平价的咖啡，大众化咖啡反而能够打进美国市场。那牛肉也是如此这个巴西的牛肉事实上是美国他们最喜欢吃的牛肉。你知道美国的汉堡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巴西的牛肉，因为他们是用草食味的牛肉，所以那个肉汁特别的鲜美。那你对这个也征那么高的关税，那你不是让美国很明显的咖啡也喝不起，牛肉也吃不起？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一定还会再再推升了这个从这个联准会主席 FDI 这个鲍尔所讲的这些话，他预期说是这个今年来讲还会降息2次，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然后通膨紧接着就会拉升。我想这个美国的经济看衰大概是跑不掉了。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